2026年，新加坡地铁环线最后3站即将通车。这短短4公里的延伸线，为何被称为重塑新加坡城市发展轨迹的绝对关键？很多人喜欢拿东京的山手线做对比，认为环状铁路是国际大都会的标配。但东京可以在广袤的平原上铺开地面环网，而土地极度稀缺的新加坡根本做不到。我们无法在地面奢侈的画圈，只能向寸土寸金的地下深挖。这最后3站不仅补齐了长达10多年的轨道缺口，更打通了串联商业区与未来南部新区的超级大动脉。今天，让我们来深度拆解这条无法被轻易复制的全地下环线背后，藏着怎样震撼的国家级战略考量。土地永远是这个岛国最稀缺、最昂贵的顶级资源。728平方公里的总面积，当我们要把一个主权国家的所有核心功能硬塞进这个有限岛屿时，地面上的每一寸空间都需要在祖屋、商业中心、港口和军事基地之间进行近乎残酷的精打细算。每天早晚高峰搭乘地铁通勤，穿梭在拥挤且快节奏的换乘通道里，能真切体会到这座城市是如何在极高空间密度下死死维持着世界级的运作效率。我们要承载国际航运枢纽重任，容纳数千家跨国企业总部，还要保障近600万居民的高质量生活。我们根本没条件像其他大国那样在地面从容划圈。因此，向地下要空间，向三维立体要效率，是突破发展瓶颈的唯一出路。环线第6阶段完工后，整条地铁线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环状无缝运行。原本必须绕经中央商业区的人流将被提前节流分流，这就好比给拥堵的城市心脏精准搭了一根强效支架。这最后3站能让33个车站组成的环网全面贯通，激活全岛交通潜能。巨额基建的终极目标，从来不只为满足基本通勤，更是通过极致的效率提升，持续降低城市运行成本，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永远保持领先。这条环线工程最能说明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它最终在地图上画成了一个完美的圈，而在于工程团队是如何在地狱级客观条件下硬生生完成闭环的。以爱德华太子路站为例，车站深达地下30米，相当于10层楼高。这不仅是个地下交通节点，更像在城市地底深处硬生生重新构建出一整层复杂的大型基础设施空间。挑战绝不止于挖掘深度。新加坡南部沿海地质极其复杂，软粘土与坚硬岩石交错，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地表沉降。更棘手的是，施工现场头顶全都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地下则像蜘蛛网般密布着现有地铁线、高压电缆和建筑深层地基。在这样的极端环境动土，简直像在跳动的心脏旁做微创手术。施工过程必须极其精确，误差容忍度几乎为0。此外，广东民站的建设还面临特殊挑战。它紧邻丹戎巴葛火车总站这座承载几代人记忆的国家古迹。工程团队不仅要在地下建好现代化地铁站，还要保护脆弱的历史建筑不受震动破坏。为此，他们不得不将古迹原有部分月台极其小心地逐块拆解，编号保存，等地铁站建好后再原封不动地拼装回去。在这短短延伸线上，我们看到的是现代轨道系统突破极限的土木工程与城市历史保育的完美结合。新加坡不仅追求极致实用高效，也努力在现代化狂飙突进与保留历史文脉间寻找最完美的平衡。很多时候，评价一条地铁线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它为上班族节省了10分钟通勤时间，更在于它对周边区域未来几十年发展的巨大带动作用。环线最后3站之所以具有国家级战略意义，是因为它们为新加坡未来最宏大、最受瞩目的城市规划，也就是南部滨水地区，提前铺设了最核心的交通大动脉。
随着港口业务逐步向西部大使港转移，南部大片被集装箱码头占据的黄金海岸线将被彻底释放，重新规划。这是一次城市级别的彻底重塑，规模将是现有滨海湾的整整6倍。了解新加坡的人都知道，这里的铁律、公共交通绝对先行，政府总是先落实地铁网和交通枢纽，搭好骨架，再围绕枢纽发展高密度住宅与商业综合体。这种公共交通导向型开发模式在璧山、巴耶利区都得到了成功验证。而这一次，南部滨水地区的规模和野心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庞大。未来这里将提供融合自然生态与现代科技的顶级居住和工作环境。吉宝、广东民和爱德华太子路这3个地铁站，就是提前深深扎根在这片未来热土上的交通脉络。环线的全面完工，表面是交通工程的收尾，实际是对未来50年的土地使用效率、人口分布格局和高端产业规划的提前布局。动辄100亿的大型基建投入，着眼点从来不在当下，而是这片区域未来半个世纪的长远繁荣。仔细观察新加坡基础设施建设的底层逻辑，会发现政策制定、财政预算和土地规划之间有着令人惊叹的长期协调与高度一致性。地铁环线绝对不是脑子一热临时提出的政绩项目，从上世纪的初期概念规划到分阶段逐步通车，整个过程跨越了几十年。无论中间经历多少经济周期的起伏，整体战略方向始终如一。在新加坡，大型民生工程极少会因为内阁换届、官员更替或短期经济政策变动而中途搁置，更不会出现朝令夕改的荒谬情况。这种罕见的规划连续性是确保复杂巨型项目顺利落地的最关键因素。同时，环线也不是孤立的工程，它是国家宏大叙事的一部分。它与2030年新加坡绿色发展蓝图紧密相连，是提升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减少碳排放的核心抓手。它也与建设中的跨岛线、汤申东海岸线交织，组成密度极高的完整国家级交通网。今天完善环线，明天扩展全岛网络，未来再将新兴产业园区无缝接入。对本地居民来说，这意味更加准时可靠的通勤选择；对跨国企业而言，这代表着极其稳定、高效且充满活力的营商环境。国际资本长期青睐新加坡，不仅因为透明的法律框架，更因为这里的基础设施规划极度务实、高度可预期且必定兑现。公共建设绝不是钢筋水泥的简单堆砌，而是不断拔高国家全球竞争力的最实质基石。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核心问题：为什么说新加坡基建是全球天花板？答案已经非常清晰，因为新加坡面对的是一个地狱级难度的生存挑战。我们必须要在极其逼仄的土地空间上，将极高密度的交通网络、精细到每一寸的土地规划、不可妥协的历史古迹保留，以及面向未来半个世纪的城市发展蓝图，完美整合在同一个复杂的地下系统里。这不仅需要顶级的工程技术，更需要卓越的政治远见与长远的规划智慧。如果你也生活在新加坡，每天穿梭在这些地下动脉中，或者你对这座城市如何通过极致的基建提升全球竞争力感兴趣，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并留言。理性看科技，温情看世界，我们下期再见。